本集帮你将一次带来 OPPO Reno 2以及 OPPO Reno 2Z 开箱短评测，究竟全面升级的 OPPO Reno 2系列各方面表现如何？我们边看边说。立刻加入帮你 Facebook 讨论区，帮你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帮你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帮你，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本集节目帮你带来的是深海夜光版本中高阶定位的 OPPO Reno 2。这次主打的是4轴会随着不同角度产生高亮蓝色外框的设计。一般从正面看会是整面深蓝的机身，不过在不同角度下则会出现亮起来的蓝色外框，在设计上比较特别。而 OPPO Reno 2Z 则是中阶定位的机种，帮你手上的是纯雾白版本。虽然两只在外观上比较相似，不过还是有几个微小差别可以分辨，究竟是 Reno 2还是 Reno 2Z。首先是最明显的 Reno 2在镜头模组上有标示了这次主打的混合变焦 Hybrid Zoom 的字样， Reno 2Z 就没有。接下来是从 Reno 系列推出后必备的 O 型绿色小凸点， Reno 2摆在最下面， Reno 2Z 则是摆在最上面。实际体验上 Reno 2Z 机身尺寸比 Reno 2来得长，也更宽更重，不过 Reno 2比较厚一些，但受益于 Reno 2的曲面收边会再更垂直利落一些，所以以握持体验来说 Reno 2的手感会好上不少。背盖设计上两者都保留了 Reno 系列的设计 ID， 更加对称至中的风格，也让 Reno 系列在设计上会更为平衡一些。而在 logo 上依旧是正着看 OPPO， 反着看 Odoo， 正着看 OPPO， 反着看 Odoo。一样是将镜头模组放在一体成型的玻璃下方，对于玻璃背盖的通透性要求也会来得高一些。Reno 2采用康宁大猩猩第6代玻璃，而 Reno 2Z 则是采用第5代。既然说到了玻璃背盖，就必须说到防护。说到防护，就必须说一说保护壳推荐。这次 OPPO 在出厂时，其实就已经随附了一个质感还算不错的塑料保护壳，在背面采用类皮革的表面设计。不过翻到内部来看，其实防护性能还是比较有限。边条一样是软壳设计，厚度上跟一般透明清水套差异不大。当然，邦尼这次也带来了由 Hoda 针对 OPPO Reno 2系列推出的军规防摔保护壳。Hoda 的壳大家还是比较熟悉，邦尼就不说太多，一样是相对轻巧的军规保护壳，拥有通过 SGS MIL STD 810G 的军规级防摔认证，一样相容满版保护贴。这次邦尼直接说说体验部分。虽然顶部因为 OPPO Reno 2升降镜头模组的设计必须开顶，不过在两侧保护上硬度还是比较高，也减少了掉落后手机喷出的机会。按键上 Hoda 家的按键还是比较好按，不用大力按压。而保护贴部分 Hoda 也推出了 OPPO 下半年全系列，包括 A5、A9、Reno 2、Reno 2Z 4款 2.5D 满版保护贴，一样相容 Hoda 自家军规保护壳，并且经过邦尼实测，支援 OPPO Reno 2系列的萤幕下指纹辨识，没有任何问题。最后，邦尼还是非常感谢有 Hoda 的加入，才能让我们有机会为喜欢邦尼的大家带来更多独立创作节目。我们回到外观配置部分 ，OPPO Reno 2跟 2Z 在配置上几乎是一致的，邦尼就同步呈现。两者顶部都有升降镜头模组以及麦克风，左侧部分两者都有独立的2个音量按键，右侧部分我们分开说。Reno 2由上到下分别是 SIM 卡卡槽，卡槽采用3选2设计，接着是有绿色点缀的电源按钮，而 OPPO Reno 2Z 则是采用不用选的独立3卡槽设计，右侧一样有电源按钮。底部部分两者还是一致的，由左到右分别是单喇叭、Type-C 接孔、麦克风，以及两者都保留的 3.5mm 耳机接孔。整体来说，在设计风格上还是保留了 Reno 的 DNA， 采用了更加平衡的对称设计。影音娱乐部分，帮你先来说 OPPO Reno 2。在规格上 ，OPPO Reno 2搭载了 6.5 寸 20:9 Full HD Plus AMOLED 显示器，萤幕占比来到 93.1%， 拥有100% DCI-P3 色域，达到401 PPI， 并且支援 HDR 影音串流。而 OPPO Reno 2Z 则是搭载了 6.5 寸 19.5:9 Full HD Plus AMOLED 显示器，在下巴上比较宽一些，萤幕占比是 91.1%， 达到394 PPI， 支援 YouTube HDR 影音串流。在实际体验上 ，Reno 2的亮度非常足够。值得一提的是，在设定选单中 ，Reno 2可以开启俗称 DC 调光的低亮度无屏闪护眼功能。大家都知道，采用 DC 调光后，颗粒感会来得更重一些。OPPO 也在选项下有提示可能会出现噪点。
接着在显示体验上 ，Reno 2Z 的萤幕稍微有些偏红，而 OPPO Reno 2的萤幕以同级来看，确实有相当不错的实际体验。Reno 2也毋庸置疑，在各项表现都比 Reno 2Z 更为强势。Reno 2在整体表现上更为明亮通透，显色上也更自然一些。在明暗动态对比，则是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帮你也提供2支的实际播放体验供大家参考。而在音效上 ，OPPO Reno 2以及 Reno 2Z 都支援 Dolby Atmos 以及 Hi-Res， 帮你也提供一组外放实测供大家参考啦。效能上 ，OPPO Reno 2搭载中高阶定位的 Qualcomm Snapdragon 730G， 搭配 LPDDR 4x8GB 的 RAM 以及256GB 的 ROM， 在AnTuTu V8 跑分中拿下了268005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而 OPPO Reno 2Z 搭载联发科 MTK Helio P90， 搭配 LPDDR 4x8GB 的 RAM 以及128GB 的 ROM， 在AnTuTu 跑分中拿下了215005分。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多完整实测结果一样可以参考 Isbani.com 完整测试数据。而在续航部分 ，OPPO Reno 2搭载比 Reno 1代3765毫安时稍微大一些的4000毫安时电池，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拿下了非常不错的16小时38分，也再次刷新了上一代15小时的记录，一天一充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而 Reno 2Z 虽然一样采用了4000毫安时的电池，不过在邦尼一样的条件续航测试中，却只拿下了11小时又35分的成绩。在电量上，或许就需要多带一颗行动电源比较安心。而在生物特征安全辨识上，两者都采用萤幕下指纹辨识，两者也都有脸部辨识。在指纹辨识上 ，OPPO 的光学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成熟，两者都很快，都没有太大问题。脸部辨识虽然要等待模组升起，不过在速度上还是相当快。相机上就是两者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啦。虽然两只都采用4镜头模组，不过在镜头模组上还是稍微有些差异。Reno 2由上到下分别是 f1.7 4800万画素 Sony IMX586 主镜头，具备 OIS 光学防手震。接着是 f2.2 800万画素116度超广角加微距镜头，以及 f2.4 1300万画素长焦镜头，最后的 f2.4 200万画素黑白景深辅助镜头。接着上场的 Reno 2Z 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800万画素119度超广角镜头，不具有微距功能。接着一样是 f1.7 4800万画素 Sony IMX586 主镜头，但是没有 OIS 光学防手震，以及 f2.4 200万画素黑白景深辅助镜头，最后的 f2.4 200万画素人像景深辅助镜头。简单来说 ，OPPO Reno 2Z 少了主镜头的 OIS， 邦尼稍后也会提供样张，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 OIS 夜拍差异有多大，还少了5倍混合变焦以及微距拍摄。邦尼以下也提供几组样张给大家参考。首先是日拍逆光 HDR 样张，再来看同样场景下的超广角样张，接着来看两只在黄花绿叶上的白平衡样张。再来看一组建筑物的变焦样张，先看1倍，接着2倍，最后是5倍。而在夜拍上 ，OPPO Reno 2推出了全新的极夜夜拍模式，可以发现有 OIS 的 Reno 2拍照速度会快很多，而 Reno 2Z 则跟大家熟悉的夜景模式一样，需要比较久的截取时间。夜拍样张部分，先来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接着来看 OPPO 全新的极夜夜拍模式，接下来看同样场景的超广角夜拍，先来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接着来看极夜夜拍模式。值得一提的是 ，OPPO Reno 2Z 在超广角的夜景模式普遍提升并不明显。再来看一组夜拍，一样先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接着是极夜夜拍模式。一样再看同样场景的超广角夜拍，先来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再来看极夜夜拍模式。
再来看一组夜拍，一样先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接着是极夜夜拍模式，一样是同样场景的超广角夜拍，先来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再看极夜夜拍模式，最后帮你也提供一组低光源下的人像样张供大家参考。先来看一般模式下的夜拍，接着来看极夜夜拍模式。这次在录影上 Reno 2系列也加入了 Ultra Steady 超级防抖模式，帮你也提供一组对比供大家参考咯。自拍镜头上，两者都采用 f2.0 1600万画素的升降镜头模组。比较特别的是 ，Reno 2则是升降后可以开启自拍闪光灯，帮你也提供一组样张给大家参考咯。本集是 OPPO Reno 2以及 OPPO Reno 2Z 开箱短评测。如果还想看哪个部分更细节的测试或对比，欢迎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OPPO Reno 2 2Z 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